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四川小游 Vlog。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成都。第一天我们逛了逛成都市区，随意打卡了一些网红景点。中国移动在那个中坝红瑞丽那儿。走路逛一逛嘛，你吃中饭没嘛？没想到成都到处都是各种熊猫元素，都非常的可爱。最后我们还去了宽窄巷子，非常商业化，人也挺多的。我不是很推荐过去。给大家看看我们住了2个晚上的花果山酒店。干净、宽敞和非常 open 的卫生间。第二天的早饭吃的是小坛豆花，司机师傅告诉我们跟西悦城坛豆花是同一家，然后这一家是它的总店。这里是2碗豆花面，还有撒子豆花，黑黑的是三合泥。这一顿呢，我比较喜欢的是甜皮鸭。这个挺好吃，这个甜皮鸭好吃，比我们现在在吃的那家好吃。红油抄手和钟水饺也是不错的。如果有机会回去的话，我一定要尝尝他们的招牌冰醉豆花，咸甜口的豆花我真的接受无能。素的，没有兔头，给他的印度同事尝尝鲜。对，所以用这个兔头汤。吃完早饭，我们回酒店收拾行李，顺便点了个李珊珊奶茶外卖，2杯都还不错。话说第一次体验酒店的外卖机器人，真的小小的惊艳到我了。哇哦，还是个孙悟空捞月。开门，在哪里？是的，我等了好久。走吧。哇哦！离开成都前的最后一顿，我终于吃到火锅了。哎呦，真的差一点，小黄牛2岁的，还没吃就掉地上了。其实汤底我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大的不一样，主要是它的食材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比新加坡的新鲜，尤其是肉类那些，所以非常满足的一顿饭。接下来我们就启程前往九寨沟啦。第一步是打车到成都东站，第2步搭高铁到镇江关站。第3步是搭车到九寨沟沟口，然后因为我们还要去黄龙，所以就选择包车从高铁站到沟口的酒店，加上后天从沟口到黄龙再到高铁站，4个人5座车，总共是1050。都住的地方哦。这是从那县城啊，县城上来。哦，这是县城的吗？旁边。县城的下面去了，不是农村嘛，一直上去都有村庄的。这段车程大概3个小时，有段路我们还遇到了下雪。到酒店的时候大概是9点多，万万没想到酒店门口的肯德基8点就关门了，
所以晚饭就随便吃了个面，然后就吃到了这段旅程最难吃的东西。讲四川话。在九寨沟，我们住的是全季酒店，房间很新很干净，走到景区只需要大概15分钟。第3天的安排是九寨沟1日游。由于是淡季，我们就没有赶着开门时间过去，而是在酒店吃完早饭后慢悠悠地晃过去。在入口检完票就是观湾车车站啦。景区里面特别大，需要搭观湾车到达各个景点。8月底的时候，我们在每个站点一般等个1-2辆就可以上车了。九寨沟景区由3大部分组成，主线为一个 Y 字形，中心点是诺日朗中心，只有这里有餐厅可以吃饭。从门口出发的车是随机往左边或者右边行驶，大家一般是选择到达一侧的最高点，再慢慢的往下玩。右侧的最高点是原始森林，但是当时并未开放，所以我们是从建筑海下车。一路到熊猫海，再到五花海。最后是珍珠滩和珍珠滩瀑布。由于一开始看得太慢了，我们就跳过近海，直接去诺日朗吃午饭。吃完午饭，我们搭上前往左侧的观光车，来到还被冰封住的长海。看雪人！再步行到五彩池，这是长海来的水。对，这是第一水，因为地震之后就流走，变成一下长海的水了，不再这么少。左侧的东西比较少，而且当时上下季节海都没有水。最后游览树正沟，我们是从诺日朗中心步行到诺日朗瀑布。这里建议大家看完瀑布往上面的车站走，不要去下面的乘车点，因为那站没有景点，不会有人下车。我们当时来了好几辆车，都是爆满的。九寨沟真的很漂亮，但是东西太多了，一天完全不够。只能走马观花，然后跳过一些不重要的景点。淡季的人都已经不少了，不敢想象旺季的时候该有多可怕。
的晚饭吃的是晚上很火的西红柿牦牛肉汤锅，它的生意很好，一定要提前订位。汤锅的量很足，料很多，非常好吃。第4天的行程是游览环龙和回成都，从九寨沟过去，开车大概13个小时。到达黄龙后，我们乘搭索道上山。下索道后，我们先去了300米外的望龙坪观景台。而后又回到山顶，乘搭观湾车去五彩池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从万隆坪步行过去五彩池，但是据说这段路没有什么风景，只有原始森林和雪，而且单程约3个公里。下了观湾车，距离五彩池还有大概1公里，大部分是上坡路，还挺累人的，需要走20到30分钟，一上一下加上拍照，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这样。黄龙的海拔比较高，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的雪还没有化，但是还是很漂亮的。这的紫外线特别强，一定要戴上墨镜和做好防晒。还有冬季的时候，能不在这儿上厕所就别上了，因为水管都冻住了。不能冲马桶或者是洗手。看完五彩池，我们就搭观湾车回去搭索道下山了，因为要去赶高铁，没时间步行4公里下山。但是要是下次时间允许的话，我应该会选择步行下山。之后我们随意逛了逛松潘县，在那里解决了午饭，然后就搭高铁回成都啦。希望这个视频对于想去九寨沟和黄龙的朋友有些许帮助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